当我停止内耗，命运开始替我工作。这句话不是在我变得顺利的时候才成立，而是在我终于看见自己其实已经耗了太久的那一刻。以前的我很少真的停下来，就算身体坐着，脑袋也在运转，反复检讨、预演、比较、否定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像是永远没有关掉的背景程式。我以为那叫思考，那叫负责，那叫为未来做准备。后来才发现，那其实是一场没有出口的内战，一边想前进，一边怀疑自己配不配，一边告诉自己要相信，一边又不断设想最坏的结果。表面上我很努力，但内在其实一直在消耗。那种内耗，不吵闹，却极度疲劳。它不会立刻把人击倒，却会慢慢抽走行动的力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真正让我走不动的，不是外在的困难，而是我每天都在和自己对立。我不允许自己慢，不允许自己迷惘，不允许自己什么都还没想清楚。于是每一个状态都变成需要修正的问题。那一刻我终于懂了，不是人生太难，而是我对自己太不留情。当我第一次对自己说，可以先不用想那么多，内在有一种很明显的松动，不是事情解决了，而是拉扯停止了。当我停止和自己争辩，能量突然回来了。我不再把每一个感受都拿来审判，不再要求自己立刻想通，也不再在脑中重播那些还没发生的失败。就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发现事情开始动了，不是因为我更积极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干扰。原本需要硬撑的决定变得自然，原本看不清的方向慢慢浮现，甚至连外在的变化也开始以一种我没有预期的方式出现。我才发现，命运其实一直在运作，只是我以前太吵了。当内在充满怀疑与拉扯，直觉被盖住，机会被错过，时间被焦虑消耗。而当我停止内耗，空间出现了，空间让事情有地方发生，让选择有余裕成熟，让命运不用一直被质疑。那不是什么神秘力量，而是一种合作关系的恢复。我不再对抗自己，命运也不再需要对抗我。我开始明白，真正的努力不是再多想一点，而是少一点自我消磨；不是把自己逼到极限，而是把力气留给真正重要的地方。当我停止内耗，我不再把未来当成审判，也不再把现在当成过渡。我只是站在这里，把心收回来，把呼吸放稳，而命运就在我不再分裂的时候，开始自然地往前推动。不是因为我终于做对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消耗自己，去对抗正在发生的一切。当我停止内耗，命运开始替我工作，不是为了补偿我，而是因为我终于让出位置，让它可以顺利运行。当我停止责怪自己，能量重新聚集。这个转变不是来自某个振奋人心的决定，而是来自我终于意识到，
自己其实一直在消耗自己。以前的我，遇到卡住的时候，第一个指向的总是自己，不够努力，不够聪明，不够快，不够稳定。我以为这样的自责能让我变好，能逼我前进，但它只让我越来越散。每一次责怪，都是一次内在的分裂。一部分的我想往前，另一部分的我却在后面拉扯，提醒我失败，提醒我不足，提醒我你不该这样。那种状态看似在反省，实际上却是在耗能，因为能量在对抗里流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下来，问了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如果这不是错，那会是什么？那个问题让我第一次没有立刻审判。当我没有马上责怪自己，身体的紧绷开始松动，呼吸变深了，肩膀慢慢放下来，心也不再那么急着证明。我才发现，自责其实不是让我变好，而是让我一直站在原地。因为当内在充满指责，行动永远带着防备，不是为了前进，而是为了避免再次被骂。而当我停止责怪自己，那股一直被用来对付自己的力气终于回来了，能量开始重新聚集，不是在愤怒里，而是在理解里。我开始看见，事情不是我不好，而是我正在学习；不是我不够，而是我正在适应。这样的视角没有让我松懈，反而让我更愿意行动。因为行动不再是为了赎罪，而是为了前进。我开始感觉到专注回来了，直觉回来了，连做决定的速度也变得自然。这不是因为我变得更强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分裂。当内在站在同一边，能量就不再四散。我才懂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力量，而是把力量用在责怪自己上了。而停止责怪，不是逃避责任，而是结束内战。当我不再用指责对待每一个状态，生命开始重新流动。我不再把错误当成证据，证明我不行，我把它当成讯号，告诉我哪里需要调整，哪里需要多一点温柔。在这样的状态里，能量不再被拉扯，而是慢慢回到中心。我终于明白，自我接纳不是放弃成长，而是让成长有力量发生。当我停止责怪自己，能量重新聚集，而我也终于有力气继续向前。当我不再自责，能量开始回流。这不是一个突然振作的瞬间，而是一种很安静的转向。以前的我习惯在事情不顺的时候，第一个指责的对象就是自己，好像只要我够严厉，就能避免再次犯错，就能逼出更好的结果。可是那样的自责从来没有带来真正的进步，它只是让我越来越疲惫。每一次责怪都像是在内心画下一道线，把自己分成两半，一半努力往前，一半却在后面拉住，提醒我不足、失误，那些还没被原谅的地方。久而久之，
我开始感觉不到力量，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，而是因为所有力气都被用来对付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停下来，没有再接续那句熟悉的责备。事情没有立刻变好，但我的身体先松了一口气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一直在承受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对自己的态度。当我不再自责，内在的拉扯停止了，呼吸变得完整，思绪不再那么混乱，心也不再急着补救什么，能量就在那样的状态里慢慢回来，不是以爆发的方式，而是像水一样重新流回干涸的地方。我开始看见，错误不再是证明我不行的证据，而是提醒我正在学习的痕迹。这样的理解没有让我松懈，反而让我更愿意面对，因为我不再需要一边行动，一边防御内在的攻击。当内在不再分裂，行动就不再拖延。我开始专注，开始听见直觉，开始把力气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。这不是因为我变得更好，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耗损自己。能量回流其实不是什么神秘的现象，而是当我们停止对抗自己的时候，自然发生的事。我才懂，真正的修复不是找出谁该被责怪，而是结束那场长期的内在审判。当我不再自责，我开始站在自己这一边，而站在同一边，能量就会聚集，方向就会清楚，步伐也会重新有力。我终于明白，自我慈悲不是软弱，而是让生命再次流动的起点。当我不再自责，能量开始回流，而我也终于能够带着完整的自己继续往前。我停止拉扯人生，人生开始拖住我。这个转变不是因为我终于想通了什么大道理，而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力气再拉了。以前的我总是用力地拽着人生往我想要的方向走，害怕一松手，一切就会失控。我拉着结果，拉着时间，拉着关系，甚至拉着那个我以为应该要成为的自己。每一步都像是在拔河，不是向前，而是在对抗。我以为那叫掌控，后来才明白，那其实是一种深层的不信任。不信任节奏，不信任过程，更不信任就算我不拉，人生也不会把我丢下。那样的拉扯让我一直站在用力的姿态里，身体紧绷，心也没有真正的落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我抵达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意识到，这样的方式只会让我越来越孤单。我试着松手，那是一个很小的动作，却带着巨大的不安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如果不再拉，我会不会掉下去。可就在那样的松开里，我感觉到一股力量，不是推我，而是接住我。我第一次明白，人生不是一个需要被拖着走的对象，它更像是一条流动的河。当我一直逆流用力，只会消耗自己，而当我愿意调整姿态，不再对抗水流，
河本身就有它的方向。当我停止拉扯人生，人生开始拖住我。那种拖住，不是把我抬到哪里，而是一种稳定的支撑。我不再时时担心自己会不会错过，不再反复确认是不是落后，因为我感觉到脚下有东西，不是结果，而是一种存在的信任。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反而更能行动，不是出于恐惧，而是出于回应。我开始听见节奏，看见讯号，而不是只顾着拉回控制权。我才懂，很多时候，人生不是不支持我们，而是我们太用力，让自己站不稳。当我不再把每一个转弯都视为威胁，转弯反而带我走向适合的地方。当我不再紧抓唯一的答案，选择反而变多了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放手不是放弃，而是让关系恢复平衡。我不再站在对立面，而是站在同一边。而人生就在我这样站稳的时候，自然地拖住了我。当我停止内在拉扯，现实恢复秩序。这不是外在突然变得完美，而是我终于意识到，真正的混乱其实一直发生在内心。以前的我看起来好像在前进，实际上却一直处在拉扯之中，一边想要改变，一边害怕失去，一边告诉自己要相信，一边又不断预演失败。每一个选择都被两股力量拉着，没有真正站稳。那样的状态让人很难安心，因为外在看似停滞，其实只是反映了内在的不一致。我曾经以为，只要把事情安排好，现实就会跟上。后来才发现，再多的计划都无法替代内在的统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下来，听见那场内在的拉锯，不是急着解决，而是先承认，我其实一直在对抗自己。当我不再逼迫某一个声音消失，也不再要求自己立刻选边站，内在开始安静。那是一种很深的停顿，却不是空白，而是一种不再拉扯的完整。就在那样的状态里，现实开始有了秩序感，不是事情突然全部到位，而是混乱不再蔓延。我开始看清楚，哪些事是真的需要行动，哪些只是因为焦虑而多做的。我开始分辨，什么是直觉，什么是恐惧。当内在不再对立，选择自然变得简单，行动不再拖延，关系不再反复，节奏也慢慢回到可承载的速度。我才懂，秩序不是靠控制建立的，而是靠一致维持的。当我停止内在拉扯，我不再一边前进，一边怀疑，不再一边想走，一边回头，能量不再被分散，注意力回到此刻，而现实也不需要再用混乱来提醒我，它只是自然的配合我内在的状态，重新排列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一种对其后的回馈。当我站在同一边，世界也停止拉扯我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整理不是把生活收拾干净，而是让内在不再打架。当我停止内在拉扯，
现实恢复秩序，而我也终于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安心站稳。当我停止内心争辩，答案浮现了。这并不是我突然想通了什么，而是我终于不再逼自己立刻要有结论。以前的我，每遇到选择，心里就像开了一场会，不同的声音轮流上场，分析、比较、反驳、推翻，没有一个肯退让。我以为那叫理性，后来才发现，那其实是一种不安。因为真正的清楚，从来不吵闹，内心的争辩，让我看起来在思考，实际上却一直停在原地。我反复推敲每一个可能，却始终没有力气前进。不是因为我不想动，而是因为所有能量都被消耗在拉锯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对选项失去兴趣，而是对那场无止境的内在辩论感到疲惫。我第一次没有再追问哪个比较对，哪个比较安全，哪个比较不会后悔。我只是让问题暂时留在那里。就在那样的停顿中，争辩慢慢安静下来，而安静出现的瞬间，答案也跟着浮现。不是一个完整的计划，而是一种很清楚的感觉。身体知道，呼吸知道，心知道，那个答案没有理由，却没有拉扯。我才明白，真正的答案不在辩论的最后，而在辩论停止的地方。当我不再逼自己说服每一个声音，那些声音反而不再争夺。恐惧被听见了，期待被承认了，直觉也终于有空间说话。那不是冲动，而是一种一致。当内在站在同一边，答案就不需要被找，它本来就在那里，只是一直被吵闹盖住。我开始信任这样的浮现，不是因为它保证成功，而是因为它让我不再分裂。我不再需要完美的理由才能行动，我只需要一个让心安静下来的方向，而那个方向就在我停止内心争辩的那一刻，清楚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